你知道哪个地方的爸爸最大吗？答案是三峡，因为三峡大坝。今天就让我们一起来聊聊老爸笑话吧。Hello， 大家好，我是志奇。各位家里的老爸会不会很爱讲一些超难笑又超尴尬的老爸笑话呢？如果你觉得这些老爸笑话很烦哦，先别急着抱怨自己的爸爸。丹麦的研究发现，很多人听到腻了老爸笑话，其实对我们的心理健康竟然是有点帮助的。对，这不是笑话，这是真的有人认真做的研究。今天就让我们一起来看一下，为什么那么多的爸爸都对老爸笑话欲罢不能，而老爸笑话到底对我们的心理健康有什么样子的好处呢？不过在开始今天的讨论之前，先让我们进入到工商服务时间。面对家里精力旺盛的3到6岁小朋友，有什么游戏可以吸引他们注意，又能够让爸妈轻松参与不费力的吗？你在找的就是这一本《盲狗狗在哪里？环岛之旅》。这是一本充满寻宝乐趣的图文书，结合小朋友最喜欢的交通工具，让孩子在阿里山小火车、桃园机场、富冈渔港等8个台湾味的景点当中，寻找隐藏在里面的盲狗狗以及指定的物件。绘本的每一页细节都非常的丰富，仔细看的话呢，还会发现小人物们逗趣的一举一动，不仅好玩，更能够连带培养孩子看图说故事的能力，以及15分钟的专注力。目前盲狗狗环岛之旅呢，在官网有多项的优惠活动，输入志奇77的专属折扣码，还能够再打9折。现在就到资讯栏点击官网的连结，一起来找盲狗狗吧。老爸笑话呢，也叫做老爹笑话或是长辈笑话，英文呢叫做 dad jokes。顾名思义就是爸爸常讲的笑话。那 dad jokes 这个词呢，最早是在1987年的时候出现在一本杂志上面，用来称呼某种特定类型的难笑笑话。因为大家看了很有共鸣哦，越来越多人呢开始使用这个词。而2019年的时候 ，dad jokes 甚至被加入字典，成为了一个正式的用语。那虽然说不同字典的定义会有一些差别，但基本上呢，就是指某类爸爸可能会对于小孩讲的烂笑话，或者是双关谐音梗。比方说，你知道冰块最想要做什么吗？答案是退伍，因为他一直在当兵。会讲英文的这个杀手叫什么？银翼杀手。这会跳舞的狗是什么狗？探狗。人比人气死人，蛋饼比蛋饼气死蛋饼，好烂哦！这类型的谐音梗呢，也算是老爸笑话的一种啊。不过老爸笑话明明就超废哦，为什么有的时候听到还是会嘴角失手，忍不住的笑出来呢？心理学家其实对于笑话做过不少的研究哦，其中失谐理论是一个很常被提到用来解释笑话为什么好笑的理论。它主要在讲说，在一个安全无威胁的环境之下，当预期与实际知觉出现矛盾或落差时，就会产生幽默，让人想要笑。像是在讲笑话或是单口喜剧的时候，都有铺梗的步骤，主要呢就是先让听众产生某种预期之后，再丢出一个预期之外的梗出来，大家就会爆笑，产生所谓的 punch。比方说呢，西班牙跟葡萄牙的边界叫什么？答案是牙缝。那在抛出这个问题的时候呢，大家可能会预期这是什么科普的题目，结果下一句蹦出牙缝，跟原本预期的答案差太多，就会失谐，让大家呢噗嗤一笑。那么很多的老爸笑话之所以难笑，很可能就是因为老爸笑话很爱用谐音梗，但谐音梗实在是太常见了，造成的失谐效果呢相对就会弱很多，所以大家听到的时候呢才会觉得好像有点意料之外，但又没有超好笑，处于一种有点好笑但又有点尴尬的状态。不过有趣的是这样子的烂笑话呢，似乎全世界的爸爸都很爱讲。在各国的语言当中呢，几乎都有一个类似老爸笑话的词，简直就是爸的多重宇宙。像日文当中呢有老男人笑话，韩文当中呢有中年男子笑话，甚至在丹麦文化当中很早以前就有叔叔幽默或是祖父笑话这类的词。而且更有趣的是，深入研究就会发现这些不同国家的老爸笑话几乎清一色的都是指谐音双关笑话，成为了地方爸爸们的共同语言。好像从中年到老年，从叔叔到祖父，每一个都是谐庭附体喜欢讲一些难笑的冷笑话。不过这边要特别的强调一下，这并不代表说呢这类的笑话就是男性的专利，只是在各国的文化当中，爸爸这样子的角色似乎真的比较喜欢讲这种谐音笑话。到底为什么会这样呢？
有些人认为爸爸可能是想要拉近跟小孩的距离，但可能因为不太懂小孩，只好讲浅显易懂的笑话来逗小孩开心。而谐音梗呢，就是一个很好的选择，因为它不太需要理解门槛，只要小孩懂这个语言呢，大概就能够抓到笑点。而至于为什么是老爸笑话而不是老妈笑话呢？心理学家也有一些观察，有研究当中发现在大部分的家庭当中，妈妈在对待小孩时似乎会想的比较多，比较谨慎，一般呢不会对小孩乱说话，或是讲一些没有营养的内容。但学者观察到，爸爸的话呢，通常会比较随性，更喜欢有一些烦人或是有点挑衅的意味的方式来逗弄或者是闹自己的小孩，像是讲烂笑话让小孩觉得傻眼无奈就是其中一种。就算小孩对于自己翻白眼或是吐槽，爸爸们呢也会觉得很好玩。对于爸爸们来说，这其实是他们陪伴小孩的一种方式。那虽然说作为小孩呢，有个爱讲老爸笑话的爸爸可能会很烦人很尴尬，但尴尬归尴尬，杰尼归杰尼，自己要，为什么这一段也要？最近的研究发现呢，常听老爸笑话其实也是有一些好处的。今年3月，丹麦奥胡斯大学的心理学家发表了一篇研究，他们认为老爸笑话对于小孩的心理发展是有正向帮助的。首先，他们发现老爸笑话可以帮助小孩培养抗压性和情绪调节的能力。从小到大，你一定遇过一些讲话特别机车的人，动不动呢就要去戳别人跟闹别人。而研究发现，那些从小听了很多老爸笑话的小孩呢，面对这样的情境，适应力是比较好的，不会被戳个2下就直接翻脸爆气。这很有可能呢，就是老爸笑话训练出来的修养。而老爸笑话的另外一个优点呢，就是可以帮助小孩建立自信。他们表示当小孩听到讲老爸笑话的时候，可能会觉得很尴尬，或是受不了直接吐槽。但是即便你一点都不给爸爸面子，爸爸也还是好好的。这样子的互动长久下来呢，孩子会比较容易建立自信，因为他们知道，就算偶尔讲话不好笑，让场面干掉也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情。孩子们对于尴尬情境的容忍度呢，会比一般人高，也比较不会害怕表达自己的想法。总之这些心理学家认为呢，老爸笑话其实具有一定程度的教育功能。不过他们也表示，基本上呢，多数的爸爸都不是基于教育目的在讲老爸笑话的，他们就真的只是单纯想要讲烂笑话而已。我们在研究这个题目的时候呢，有看到一则非常温馨的留言有位网友表示，老爸的笑话不好笑没有关系我们小孩呢会自己把梗接得更好笑。我们觉得呢，那些难笑的老爸笑话很多时候就只是爸爸想要对于小孩表达亲近的一种方法。而我们现在知道，爸爸们对于自己的孩子讲老爸笑话，其实可以帮助自己的宝贝儿女提早适应自己的未来社交场合，这也算是一种帮宝是吧？好啦，笑话说回来呢，现在的老爸笑话早就不限于老爸才能够讲了。相信呢，大家在公司学校当中都有超爱讲老爸笑话的朋友。而我们觉得呢，老爸笑话在社交场合上面真的是一种超棒的存在。相较于这种嘲讽取笑别人的那种笑话，老爸笑话虽然烂但通常不会冒犯人，也不会让身旁的人觉得不舒服。就算是尴尬或者吐槽，也可以让大家增进感情。可以说，老爸笑话呢是最无害、最温柔的一种幽默方式。所以大家可以多多珍惜身边那些爱讲老爸笑话的朋友，他们都是这个社会一股温暖而且安定的力量。也欢迎大家把你最好笑的这个老爸笑话放上留言区，让大家一起笑一笑吧。好的，那今天想问问大家，你喜欢老爸笑话吗？我觉得蛮赞的明明大部分很烂，有的时候还会笑出来。毕竟我觉得很烦每次都只是讲的人自己在笑而已，所以我自己就超爱讲老爸笑话，老爸笑话赞啦！其他留言分享你的想法吧。最后，如果你喜欢今天的影片，欢迎分享出去，让更多人一起来听老爸笑话。此外呢，也可以点击这个地方看看地狱梗为什么好笑，以及柴犬名营的故事。那么今天的这一期就到这边告一段落，我们就明晚再见喽。我依赖家人，阿嬷就像依赖中华电信。最疼我的家人，最挺我的中华电信。舞动精彩，共创未来，永远走在最前面。中华电信。